韩国国会首轮弹劾尹锡悦，仅差8票未能成功。乌俄战场，乌军大规模袭击克里米亚和俄本土，布达诺夫制定拆除克赤大桥计划。乌军夺回苏甲北5个据点，原库尔斯克州长称普京替罪羊。红军村成为乌俄决战地点，俄军人海冲锋疲软。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一场6小时02分的闹剧，让韩国总统尹锡悦成了韩国民众最唾弃的人。同时，关于戒严令的各种版本也纷纷而来。其中，朝鲜日报报道称，尹锡悦发布戒严令，封锁国会只是诱饵，是为了让军方能够掌握在野党涉选举舞弊的证据。据悉，总共有297名戒严部队被派往各地选举委员会，以夺取数据作为证据。目前还不清楚尹锡悦是否已经掌握了他想要的证据。但从目前来看，尹锡悦发布戒严令，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据上报报道，韩国国会于12月7日下午5点举行投票表决弹劾尹锡悦。本来尹锡悦所在的国民力量党党首韩东勋还想拉一把尹锡悦，不赞成弹劾，但当看到逮捕名单中有自己的时候，再也坐不住了。韩东勋要求尹锡悦退党，尽快停止执行职务，准备将他扫地出门。韩国国会议长尹元直由于也在逮捕名单上，因此也要求尽快弹劾尹锡悦，但尹锡悦没有坐以待毙，反而打了一手太极。尹锡悦在国会就弹劾进行辩论之前，向全国发表讲话，他为实施戒严道歉，并承诺不会再次实施戒严，也不会逃避责任。之后，尹锡悦特别强调将自己的去留问题交给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来决定。不得不佩服尹锡悦这招太极耍得出神入化，也十分成功。其一是因为若是弹劾成功，那么李在明将大概率就任韩国总统。其二是因为执政的国民力量党拥有108个席位，而共同民主党拥有192个席位。若是弹劾成功，国民力量党就很可能会失去执政地位，因此国民力量党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弹劾尹锡悦。而从弹劾表决来看，国民力量党拥有的108个席位，仅有2名议员参与投票，其他议员全部退席，远远不够200个席位。按照韩国宪法，必须2/3以上议员同意才能通过弹劾。而这就意味着韩国国会的首次弹劾以失败告终，未能成功弹劾尹锡悦。但韩国民众显然不认可。报道称，有大量韩国民众街头抗议，要求尹锡悦辞职。共同民主党发言人也表示，如果第一次弹劾议案失败，他们将在周3重新审议弹劾议案。那么，尹锡悦安全了吗？显然不是的。这次弹劾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执政党国民力量党议员拒绝投票，导致弹劾程序未能达到通过所需的最低票数。只要再有8个国民力量党议员投票，那么弹劾就会通过。再加上韩国民众的不买账，持续的抗议也会让议员改变想法。这一点和此前的朴槿惠总统一样，被弹劾时也拒绝辞职，但最后还是被迫下台。大家觉得尹锡悦能被弹劾下台吗？接下来回到乌俄战场。据战争研究所12月8日报道，乌军动用无人机和无人艇，连续2天穿过克赤大桥，袭击俄罗斯在黑海西北部的天然气平台。据乌克兰海军公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在袭击过程中，俄军曾出动直升机、无人机拦截，但前者险些被乌军无人艇携带的导弹击中，后者则被乌军无人艇安装的机枪拦截。最后，乌军成功摧毁了天然气平台上的俄罗斯监视系统，打掉了俄军收集情报的来源。当然，俄国防部照例宣称没有损失，并摧毁了6艘乌军无人艇。此外，据彭博社报道，前美国驻欧洲陆军司令霍奇斯表示，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正在制定拆除克赤大桥的计划。虽然没有详细情报披露，但霍奇斯表示，克里米亚半岛对乌俄战争的走向至关重要，乌克兰必须尽一切努力，让俄罗斯的海军和空军都无法在半岛上安全行动。而如今，俄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销声匿迹，克里米亚剩余的俄军事资产也都在乌军打击范围之内，因此，随着俄军不断被消耗，乌军夺回克里米亚的步伐正在加快。另一方面，这2天，乌军也没忘对俄本土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如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博古恰尔的第3摩托部师的指挥部大楼。现场画面显示，有2架乌军无人机直接命中指挥部大楼，另有1架则坠落在营房屋顶上。截至目前，俄军损失未知。又或是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机场仓库和阿迪戈地区的机场也遭到了乌军无人机袭击，发生爆炸，损失同样未知。值得注意的是，12月6日，
乌克兰武器集团向乌克兰武装部队展示并移交了新型导弹无人机佩克洛。期间，泽连斯基和基尔斯基出席仪式。据悉，佩克洛导弹无人机的速度可达700公里每小时，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可覆盖莫斯科周边。而且第一批已经交付，再加上此前有报道称乌克兰正在推进弹道导弹研发，和计划2025年生产超3万架具备高精度打击的远程无人机。这意味着乌克兰正在结束等靠要局面。等自研武器批量生产后，火力军相信2025年的对俄打击将更加精彩。前线战场，原库尔斯克州长称替罪羊，红军村重新成为乌俄决定地点。库尔斯克地区，基尔斯基司令视察了这里的前线，并表示乌军在该地区的主要任务是加强防御力量，给俄军造成最大的损失。12月7日止，据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乌军最近在波格雷布基中部推进，并可能夺取了奥尔洛夫卡、马里耶夫卡、马里亚洛克尼亚以及旧索罗齐纳和新索罗齐纳。苏贾方向，乌军第80旅沿着 R200 公路前进，向马丁诺夫卡东北4公里前进，抢占了至少3平方公里区域，并俘虏了一些俄军战俘。达里诺方向，乌军第36海军陆战旅和第225营则击退俄军大规模进攻和夜间攻势，摧毁了至少1辆 T-72坦克和3辆步战车，以及数十名俄军士兵。在作战中，据开源情报报道，乌军特种部队还利用缴获的无线电设备，向俄军透露了错误的信息，诱敌深入，然后用 AT-4 导弹等武器火力覆盖，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伏击。一名作战的乌克兰军人12月7日表示，如今俄军已经开始了第2阶段的反攻行动。但乌克兰的报告显示，俄军这第2阶段的反攻并不顺利，其展开的机械化攻势总是在乌军袭击中被阻止。而且，据最新消息显示，普京已任命国家杜马代表亚历山大·金西斯接替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成为新库尔斯克州长。大家说，这会不会是普京担心无法在1月20日前收复库尔斯克，又或是俄罗斯未能充分应对入侵而找的阶梯和替罪羊呢？库皮扬斯克方向，目前的战斗主要以阵地战为主，乌军依靠有利地形阻击俄军。如12月7日，俄军正不断调集部队往克鲁利亚基夫卡西部的大桥涌去，企图通过这里越过奥斯基尔河。但据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乌军在对岸建立有火力堡垒，配合无人机、远程火炮打击，数次阻断了俄军攻势，俄军伤亡惨重。俄军为了降低伤亡，据乌克兰卢甘斯克州军事管理局负责人12月7日表示，俄军已从后方新调集了一批无人机过来。现在该方向上，俄军无人机的用量已从每天40至60架增长至每天100多架，以求突破乌军防线。目前双方仍在激烈交战中。红军村方向，俄军向米尔诺拉德推进，正逼近舍甫琴科，但尚未站稳脚跟。过程中，乌军击退俄军44次进攻，摧毁俄军大量装备，导致俄军阵亡107人，受伤172人。据战争研究所分析，俄军向北转向舍甫琴科，标志着俄军攻击方向的转变，已从此前集中攻击谢里杜河西部，转向由南边舍甫琴科向北边红军村攻去。而且，据乌克兰军事观察员11月下旬表示，俄军已将第90坦克师部署到了新托维斯克至乌克兰因卡沿线发动攻击。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俄军第90坦克师经常会被指挥部部署到优先进攻地区。同时，俄军又恢复了对红军村东部尼古拉耶夫卡和东南部苏西亚尔、利西夫卡的装甲攻势。这意味着俄军已经重新确定了进攻红军村的优先级。库拉沃霍方向，乌军第79空降突击旅击退俄军装甲进攻，导致俄军损失了2辆装甲车和伤亡39人。一名在刚方向行动的乌克兰军官12月7日报告说，俄军司令部在该地区集结了大量部队，如俄罗斯80基尔狼分队第68坦克团等，同时不断安排突击队驾驶电瓶车、摩托车、皮卡车对乌军阵地发起攻势。有尚未证实的消息称，俄军已在旧特尼附近推进，可能已经完全消除了水库以北的乌军力量。再加上据战争研究所援引，俄军指挥部评估报道称，俄军在该方向已经集结了未来几周夺取库拉霍沃的全部力量，因此未来几天乌军可能会积极撤退到有利防线进行阻击。当然，目前库拉霍沃和大诺沃希尔卡方向的俄军已经因数个月的战斗而疲惫不堪，可能难以对红军村发起有效进攻。而且与从正面进攻红军村相比，俄军若是选择从侧翼包围，其所付出的人力、物力以及最重要的时间都将翻倍增加，并且乌军也不可能放任俄军长期占领那些距离俄军主力较远的定居点。若是乌军在舍甫琴科和新托罗茨克附近构建起完善的防御阵地，并进行有效的无人机行动，最后拖都能把俄军拖垮。毕竟乌军无人机部队的能力大家都是知道的。
在2024年夏末，成功让俄军放弃了对红军村的正面攻势，转向库拉霍沃。因此，如果乌军能够充分延迟和破坏俄军的包围圈，乌军无人机部队可能会再次迫使俄军降低乃至取消对红军村的消耗性进攻。12月7日，乌克兰公布俄军损失数据，俄军新增人员损失1300人，装甲车、火炮、加油车损失也有所下降。可见，俄军人海冲锋开始放缓，其正面临人员装备不足的问题。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将在明年1月10日前关闭波兰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相关的外交人员也被要求必须离开俄罗斯。报道还称，俄罗斯此举是一种变相的报复行动。此前，俄罗斯对波兰及其盟友进行了一系列破坏行动。作为回应，波兰于今年10月关闭了俄罗斯驻波兹南总领事馆。换言之，俄罗斯破坏行动在先，而波兰反制措施在后。这本该算已经完成了一次潜在的交手。但俄罗斯选择再次针对波兰，就明显属于不合理的行动了。这不，在俄罗斯宣布将关闭波兰驻圣彼得堡总领馆后，波兰外交部长希尔科斯基很快就对其进行了回应。他表示，如果俄罗斯继续这种行为，那么波兰将关闭俄罗斯在该国的其余领事馆。实际上，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与波兰已互相驱逐了数十名外交官。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11月底，在伯恩霍尔姆岛东南方，当时一艘俄罗斯轻型护卫舰和一艘俄罗斯民用油轮正在穿行波罗的海。德国护卫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号选择例行伴行，并派出一架直升机抵近观察。但这两辆俄罗斯舰艇并未照例通过无线电联络德国舰艇，而是直接向近处的直升机发射了红光照明弹。这起事件发生后，德国海军和国防部并未对外公开。但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参加北约会议期间，向其他成员国的外长进行了透露。随后，这件事情才被媒体报道。贝尔伯克表示，俄罗斯正在波罗的海地区加强混合战争，例如该地区的海底电缆受损 ，GPS 信号频繁受干扰。如今，德国海军直升机更是直接遭到俄罗斯舰艇的警告射击。其实，在此之前，北约就已经在怀疑俄罗斯在使用民用船只来侦察波罗的海附近的海底设施。目前尚不清楚上述事件中的俄罗斯油轮是否就属于这种侦察船。此外，德国海军还多次发现俄罗斯军舰护航可疑油轮，且这些船队在航行过程中基本上不启动定位系统。北约安全部门人士据此猜测，这些油轮可能是俄罗斯用以规避经济制裁的众多船只之一。如今，俄罗斯仍在向世界各地出口石油，而波罗的海航线则是俄罗斯秘密出口石油的途径之一。根据媒体报道，美太平洋陆军所属的第25步兵师部分单位此前在夏威夷史科菲尔德军营演习场进行了新一代班用武器的换装训练。美陆军表示，此次训练的新一代班用武器包括 XM7 突击步枪与 XM250 班用机枪，这两款武器均采用 6.8乘51毫米新款弹药，与美军常用的 5.5毫米和 7.62毫米武器在规格与操作习惯上存在明显差异。且新武器配备有 XM157 光学瞄具组，并整合了可变光学瞄具、激光测距仪、弹道计算机、大气感测器套件等先进设备，可大幅提升士兵的作战能力。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为强化太空监视机制，日本计划在2026年度之前建立相关数据库，汇总该国收集到的卫星位置和所发射电波等相关信息，并交由日本航空自卫队负责运营。目前，日本的军用卫星包括观察地面情况和收集电波的侦察卫星，用于导弹导航等的定位卫星，探测弹道导弹等发射征兆的预警侦察卫星，以及远距离通信卫星等。除收集的信息外，该数据库还将汇总美国等国提供的信息，以及互联网上的公开信息，旨在总结分析更多的信息，使该国不再依赖单一信息源。据法新社报道，越南同奈省第7军区的一个军用靶场发生意外爆炸，导致12名士兵遇难。随后，越南军报称，事故发生时，这些士兵正在执行训练，但由于当时遇到暴风雨天气，导致士兵在运输炸药时被一道闪电引爆了电雷管。目前，越南国防部正对该事件展开紧急调查。
彭博社报道称，俄罗斯现在正面临着大炮和黄油的关键选择。庞大的军事支出不仅耗尽了储备，还让俄罗斯经济出现了严重问题。报道预计，明年俄罗斯的经济实际增长率将只有1%，而一旦停止战争，俄罗斯经济则立马会大幅衰退，结果也就比彻底崩溃好上那么一点。俄罗斯卢布的快速贬值已再次成为今年最疲软的货币，其贬值速度甚至超过了土耳其里拉。目前，美元和卢布的官方汇率是1:106.5，此前曾一度达到1:114。而俄罗斯经济学家预计，汇率很快就会达到1:150，甚至更不堪。而这仅仅还是官方汇率，卢布贬值的如此之快。俄罗斯政府央行心有余而力不足，至今都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来阻止。瞧瞧俄罗斯官员都是如何推责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米哈伊尔·马特维耶夫将卢布贬值归咎于移民。他称，在俄罗斯的数百万移民正在把他们从我们的经济中赚来的钱寄回他们的祖国。他宣称，移民和侨民每年都会从俄罗斯银行购买数百亿美元，人为刺激外汇需求，导致卢布贬值。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斯维特兰娜·朱罗娃则认为，俄罗斯人对卢布贬值并不关心，因为他们从未有过美元，甚至未见过美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认为，俄罗斯人不会注意到美元汇率的上涨，因为他们领取的是卢布工资。俄罗斯联邦工业和贸易部长安东·阿里哈诺夫甚至觉得，卢布贬值会让俄罗斯人变得更加富有，俄罗斯人应该为此感到高兴，这会让俄罗斯经济和科学都突飞猛进，出现更多的工作岗位。看看这些精英们的认识，大家是什么感觉？像不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孤岛？据战区报道，德国具备人工智能的自杀式无人机 HX2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将援助乌克兰4000架，为乌军提供全新的远程打击能力。报道称 ，HX2 是一款电动无人机，采用 X 型主翼和尾翼设计，重约12公斤，最高时速可达220公里，最大航程达100公里。在武器搭载上 ，HX2 可搭载多用途弹头或针对装甲车辆和建筑物的专用弹头。作战时 ，HX2 可凭借机载 AI 系统自主搜寻、识别，完成对目标的攻击。即便在无信号或数据连线中断的情况下，仍可有效运作并抵御敌方电子干扰。此外，报道还称 ，HX2 具备蜂群作战能力，结合配套开发的侦察打击软件，可实现一人控制多机的操作，进行协调打击。在成本上 ，HX2 虽然并未透露具体价格，但据制造商表示，该无人机采用低成本设计，易于大规模生产，价格不会太高。而且，据德国图片报报道，乌克兰预计将于本月接收首批约4000架 HX2 无人机。制造商指出 ，HX2 的开发及测试过程吸取了其在乌克兰丰富的作战经验，相关核心技术目前已在乌克兰部署使用，而该无人机的投入将显著提高乌军远程打击能力。据菲律宾媒体报道，12月5日，菲律宾海军一架直升机在加米蒂市附近坠毁。随后，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称，机上的2名飞行员和3名机组人员均受伤。据悉，这架坠毁的直升机型号为 AW109， 此前其正在进行功能检查飞行，不料就在试图降落时坠毁。目前，菲律宾正在就事故原因进行调查。据自由时报报道，斐济近日接装了第3艘卫士级巡逻艇提莫号。据悉，该巡逻艇由澳大利亚建造，其于2018年提出了太平洋海事安全计划，并选定奥斯塔造船厂承造新型巡逻舰，用于援助12个太平洋岛国。而本次交付的提莫号为 PMSP 计划的第22艘同型舰艇。需要注意的是，今年6月，斐济接装的卫士级2号舰在7月执行任务时搁浅，后因受损严重而放弃修复。预计这艘新巡逻舰将会弥补其海上战力。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尹锡悦的结局是怎样的？乌俄的决战会在红军村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